一个练武的能有多狠？为了得到8颗龙珠，活了数千年的上古神龙被他眼都不眨一下就炸死了。神话时代的那些龙王们也没想到，自己那么老强的龙珠竟然会被一个连修士都不是的弱小人类掌控。上官云本是一个二流势力的老大，可胆大包天，竟然汇聚了一帮喽啰，做了一回屠龙勇士，凭借人类史上最强大的暴力学之作，成功逆天改命。龙珠可是个好东西，不用8颗集齐，只要有1颗就能让你随心所欲，想发财就发财，想变帅就变帅，用来练武更是事半功倍。上官云得到龙珠后，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了公认的武林第一，坐上了武林盟主的宝座。平时看谁不顺眼就砍谁，比当皇帝还爽。可成了武林第一之后，老家伙贼心不死，竟然还想成佛做祖，长生久世，于是便图谋起了其余的龙珠。当初一起屠龙的人里面有个是他小舅子，上官云为了拿到对方手里的龙珠，咔嚓一声就从背后捅了刀子。还有一个激发了龙珠神奇能力返老还童的幸运儿，更是被上官云这个只加了武学的渣渣给坑到死。龙珠在不知道使用方法的时候，只会被动的向着持有者的愿望发功，顺带放大一下你的阴暗面。宝贝有灵，要不是末法时代灵气退却，怎么会让这群败类持有？当然，上官云这么嚣张，肯定得出来几个制裁他的。龙珠的祖宗也不是傻子，留下的宝贝除了巨龙看守，还有一支原始部落守护。虽然9成9都被杀光了，但还剩下一个最强的族长查木龙，他是巨龙的伙伴，天生亲近龙珠，在他手里，宝贝能变出100种花样供其驱使。男人初登场用龙珠疗伤的时候，差点把一旁的上官云给嫉妒的心肌梗塞，眼珠子瞪得那叫一个大。为了得到龙珠的奥秘，上官云发动势力，想方设法得到男人。在追逐龙珠的道路上，这个心狠手辣的男人已然疯魔，谁敢拦路谁就死，哪怕是曾经深爱的妻子也不例外。可能是作孽太多，他的亲生女儿也因此多灾多难。上官飞燕心地善良，平时最好打抱不平，可身为上官云的孩子，善良的就是他的最大死穴。在一次仗剑江湖的途中，被卑鄙无耻的秋水山庄少庄主邱若风擒获。这家伙可谓是把阴险狡诈给用出了花。原本他功力平平，在老庄主死后，家产都快保不住。可不料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竟让他遇见了屠龙8人组中的孟百川。作为和上官云一样的龙珠持有者，这家伙对称霸武林不感兴趣，就喜欢做一个采花大盗。因此他从龙珠之中参悟出了一门强大的法术摄魂术。在大伙用肉体跟内力打架的时代，这么一门精神法术无异于是作弊。邱若风幸运的学习之后，转头就把男主查木龙的挚爱小蝶给玷污了。人在江湖飘，哪能不挨刀？武林里女侠那么少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听到这里，你就应该明白，上官飞燕被捉住之后，也绝对逃不了被玷污的下场。姓邱的属实厉害，正派男主的女人跟大反派上官云的女儿统统收入后宫，还有比这更逆天的吗？上官云得知女儿被捉之后，大发雷霆，召集手下准备去血洗秋水山庄，想他手握数颗龙珠，武功盖世，威震江湖。宝贝女儿竟被一个渣渣给抓了，这谁能忍？大反派的名头可不是吹上来的。而邱若风得到消息之后，丝毫不慌，在山庄之内聚集了一群旁门左道，什么西南6怪、北海7雄、3山4洞82魔头，悉数到场。可这群家伙都贼精，想让他们对抗武林盟主上官云，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但邱若风是谁？摄魂术被他玩得炉火纯青，双眼发出绿光，没一会儿，这群大小魔头便全被迷惑了心智。摄魂之术恐怖如斯，要是上官云有了这个能力，怕不是早就一统江湖了。只可惜他的创造者是个采花大盗，被坑的坟头草都3丈高了。邱若风控制了众人之后，转身就在上官飞燕的被窝里静静等待他那位便宜老丈人的到来。很快，气势汹汹的上官云带着手下赶到秋水山庄。邱若风这个脸皮比城墙还厚的家伙，上来就开始拉仇恨。只能说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上官云纵横睥睨大半生，到头来却在一个无名小辈身上栽了跟头。得知女儿的遭遇之后，上官云狂性大发，发动功力轰击邱若风，而对面身形一转，躲过攻击，转移战场。被控制的魔道中人早已准备好，
随着双方首领一声令下，小喽啰们便开始大战起来。至于上官云这个大高手，自有魔道里赫赫有名的白头老鹰对付，看情况还真能过上几招。这摄魂术简直不要太霸道。邱若风要是批量控制一群白头老鹰般的高手，天下谁能与之对抗？但很快他就知道什么叫来自大 boss 的制裁。没一会儿功夫，上官云的手下就被全部击杀。魔道群雄联合起来，貌似真的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。邱若风嘴角含笑，准备出声嘲讽，却不料上官云脸色冷漠，手中运起10成功力，使出一招失传已久的分身大法，一气化三清，分化出3个幻影，一招就灭了对方半数人马。直到此时，邱若风还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，大笑着鼓掌。上官云也不惯着他，一道惊天动地的光芒贯穿云霄，堪比沙尘暴的力量，蔓延整片地狱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诡计都是虚妄。邱若风被击飞出去，眼看就要结束罪恶的一生，可不料那位查木龙的儿子，失踪已久的查木雪，跟他的便宜后妈小蝶赶了过来。这小家伙天生神异，被龙珠所认可，此时还傻傻的想从上官云那里夺回龙珠，这无异于在动他的命根子。上官云内力一吸，强行把龙珠夺了回去，还把小蝶给打伤。查木雪此时也知道对方不是好人，跪坐在地上发动大招，浓雾袭来，一招虚空跳跃就把两人带出了险境。只不过留下女孩，带走素不相识的邱若风是什么鬼？上官云看到了都觉得无语，把小蝶强拉硬拽拖回大本营。作为人质要挟远在天边的查木龙，为了得到龙珠，这个武林第一人逐渐黑化，连救回来的女儿都要跟他断绝关系。明明已经是武林盟主了，做这么多坏事又图什么呢？另一边，查木雪跟邱若风逃走后，在一处小摊上吃面，期间男人多次询问龙珠的使用方法，因为他欺师灭祖之后手里也有一颗，但除了增长功力之外，其他能力一窍不通。就跟疯魔的上官云一样，邱若风也是不折不扣的恶人，但为了龙珠的使用方法，还是在小屁孩身前低声下气，想尽各种办法讨好对方。可到了最后，查木雪竟然告诉他这是本能，根本没有使用的具体方法。邱若风听后都快气死了，抓住查木雪就要杀人泄愤。关键时刻，一位平平无奇的路人陆毅赶到，一招把他击飞。这家伙也算是半个气运之子，体内融合了龙珠，跟查木雪一样。而邱若风不自量力攻击二人，被龙珠的自我保护本能反噬，草草领了盒饭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大抵就是如此了。另一边的上官老巢，一直没能出场的查木龙，为了拯救小蝶，带着龙珠选择单刀赴会。上官云此时已经拥有了3颗龙珠，成天就在密室里琢磨怎么利用它们，实力可谓是无比的强悍。查木龙前来救人，无异于羊入虎口。上官云上来就是一个大招，威力无匹的能量弹击穿了现场。幸好查木龙最近实力突飞猛进，区区雕虫小技还不足以伤害他，轻轻松松就带着小蝶跑出大院。咱也不知道上官云为啥不先用女孩威胁他，只能归咎于老家伙对于实力的自信吧。虽然是一个反派，但做事正大光明，说用实力碾压你就碾压你。查木龙见状，祭出宝贝龙珠，远程施法攻击上官云。虽说这并不足以对抗老家伙，但很快机会就来了。上官云体内的龙珠竟然开始反噬，毕竟是用内力强行镇压的，宝贝有灵，自然不愿意供其驱使。查木龙见状，再次抛出龙珠，围绕上官云一圈之后，落入了对方手心，而他也趁机带着小蝶逃跑。事后，女孩疑惑不解，明明有机会全身而退，为什么要把龙珠白白送给上官云？查木龙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上官云贪婪成性，3颗龙珠他就已经快要驾驭不了，如今得到4颗龙珠，必定遭到反噬。就和查木龙预料的一样，上官云根本无法掌控这股可怕的力量，身躯化作一个炙热无比的火人，出门溜一圈能烧毁半条街。男人对此自然不能接受，趁着意识还算清醒，把自己的女儿拼命往外推。他知道自己的状态很是不对劲，稍有不慎就是生死道消的下场。上官飞燕被左护法强拉出去，交给了接盘的陆毅。他虽然跟着上官云为非作歹，但对于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女孩还是很关心的。此时很多人陆陆续续知道了上官云的不对劲，正在考虑如何应对。就在此时，一个貌似上官云的存在冒了出来，疯狂袭击路人。陆毅一掌将其击飞，却发现竟然是一个小喽啰。上官飞燕大惊，连忙询问父亲的情况。小喽啰凄惨一笑，说道：“上官云已经疯了，像他这般不人不鬼的
东西还有很多很多。反派老巢已经走火入魔的上官云制造了一群小黄人儿，准备利用龙珠的力量消灭见到一切的生物。一时间，江湖之上人人自危。这群小黄人极其难缠，身体如同火焰，稍一触碰就会被灼伤，并且普通的刀剑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伤害。天山弟子苦战许久，结果却是不太理想。关键时刻，天山大殿之内，一位身负重伤的女侠睁开双眼，被龙珠治愈之后，她功力大增，一道天山剑气秒杀所有怪物。上官云制造的东西虽然难缠，但也不是没有克制的办法。长木龙等人知道事情的紧急之后，联合打上了魔头老巢。这里就仿佛兵工厂一般，源源不断生产着高温小黄人儿。最新出场的怪物明显更强一点，宝剑插入胸口，瞬间就被融化。无论把他劈倒几次，转眼就又恢复如初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长木龙高高一跃，吹响起随身的骨笛，给众人加持了真伤附魔。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，谁也不知道咋来的，只能归功于龙珠。得到加持之后，众人越战越猛，很快就将现场的怪物清剿一空。还没等他们稍作喘息，最终大 boss 上官云便闪亮登场。虽然看起来跟小怪没区别，但实力明显不可同日而语。一招蛮牛冲撞，把长木龙顶出8里地。可男主也不是好惹的，接力打力，一招混元如意手将上官云抛射到天空。却不料对方借助地心引力，使出一招重力势能拳。长木龙被打得吐血倒地，很明显不是对手。其他几人见状也蜂拥而上，准备乱拳打死老师傅。但上官云实在太强了，轻轻一推，四人纷纷倒地。随后他准备先将长木龙解决，可不料此时小男孩长木雪跑了过来。他能创造奇迹吗？貌似真的可以。体内的龙珠散发出金光，把父子俩罩住。上官云一时之间无法突破，而长木龙此时仿佛领悟到了什么，把手中的骨笛狠狠往上一顶，将上官云顶出了大气层。当其缓缓落下之时，光芒散尽，很快便没了声息。虽然死得有些潦草，但解决的大反派还是很值得庆祝的。魔龙死去，龙珠重归天地，众人也各自奔向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千百年后，也许还会有人提起这一段龙珠传说。好了，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